宁云初笑着，你太宠我了，会宠坏我的，我被你宠惯了，变成个懒人，等着你照顾，能累死你。不会照顾你，我不会累，我喜欢照顾你。战逸晨说着，又要帮他拿点心，他不让他喂他了。战逸晨只能将点心递给他。天磊虽说年轻，其实承受能力很强的。当初送了他爸妈进去，他难以接受，最后还是接受了。只要他的三观是正确的，再难接受的事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他慢慢就能接受，也不会怨恨任何人。宁云初将点心盒子往丈夫面前推了推，示意他也吃点。天磊要不是三观正，我也不会对他那般关照。就以我在他父母手底下讨生活的那20几年，受到的伤害及痛苦，我要恨他们，他们都无话可说。因为天磊从小对我好，尊重我这个长姐，三观也正，我才愿意拉着他，不让他被他们带歪。他以后还要当家做主，属于他的那一份财产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非常可观，属于巨款的。他不能是温室的小树苗，必须经历风风雨雨，在外面成长为参天大树，才能撑起属于他的那片蓝天。以前的宁家人，宁云初只对弟弟有点感情及好感，对伯父及亲妈还有亲妹妹只有怨与恨，他们带给他的伤害及痛苦太多。到了现在，他都还在调理身体，只因亲妈害了他。他有什么错？亲妈要这样对他，不喜欢他，当初又何必生下他？他就不信亲妈要打掉他，找不到机会。自己当初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生下了他，却将怨气全都加注到他的身上。他开始怀疑他们害死亲爸后，就对他痛下杀手。都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没有几个当妈的不疼爱自己孩子的，他的妈妈例外。若说妈妈不懂得疼爱孩子，对宁思琪却宠得不像话，宠坏了宁思琪，最终也害了宁思琪。说句老实话，若不是宁思琪闯祸，惹怒了战印，发生后面一系列的事情，宁云初估计还得再等几年才能夺回自己的一切，将伯父以及亲妈送进去。你的弟弟，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没有意见，要是需要我帮忙，尽管开口。我对天磊这个小舅子还是满意的，懂事有眼色，不会当电灯泡，也有胆量，敢威胁我说我要是对你不好，他可不怕我是战家的二少爷，也会暴揍我一顿，跟我干到底，不会让你吃亏。战逸晨接那小舅子，就是因为小舅子对云初的维护。宁天磊也是真把云初当成大姐看待。你又想起你妈了吧？不要去想，有些人就是不配为人母，他的心是偏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他都不会偏爱你，都会厌恶你。他自己无能，无力反抗，却将所有的错，所有的恨，都倾注在你身上，极度自私，也是他无能的表现。看他疼爱宁思琪，宁思琪又落得什么好？所以说呀，你妈枉为人母。宁天磊是从小学开始就送进了寄宿学校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学校里，又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不听父母的话，认为大姐就是大姐，始终都敬重宁云初这个长姐。亏得宁天磊没有被父母养歪，否则现在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落得什么下场呢？宁云初默默地吃着手上那块点心，吃完了那块点心，又喝了2口温开水。他抽来纸巾擦拭着嘴，也擦了擦手，扔掉了纸巾后，他才说道：那是我妈。我无法不去想，只要看到别人母女相处，或者听到别人叫喊妈妈，我都会想起我的妈妈。过去的痛，她需要用一生去治愈。挨了口气后，她说道：可能是我亲人缘薄吧，亲爸早早就离开了我，亲妈比后妈还不如，手足之间亲情也浅薄得很。战逸晨握住了他的一只手，老婆，你有我爸妈也待你如亲生女儿，现在他们疼你多过我这个亲生儿子了。宁云初甩开心里的痛，
浅笑着，是啊，老天爷待我还是不薄的，给我送了这么优秀的老公，还有开明的公婆，妯娌处得像姐妹一样，算是弥补了他亲情的缺失。他最感激老太太，若不是老太太选中他，战一晨压根儿不知道他是哪根葱，更别提追求他了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宁云初。不嫁战一晨，宁云初都不知道自己还要在黑暗里生活多少年。小姑姑就算听说过神医，也没有渠道联系上神医的。又有客人进了店，夫妻俩适时的打住，没有再在那个沉重的话题上继续。与此同时的 A 市，海彤知道丈夫今天会飞来 A 市，她也告诉了丈夫，她跟着慕晴回了娘家，还没有回到风尘山庄，便以为丈夫在傍晚才能到达风尘山庄。没想到战印下了飞机后，直接坐车去了慕晴的娘家那里。海彤都不知道，是在院子里玩耍的洋洋和龙婷，因为你追我赶的跑到外面去，看到了几辆车停在慕家的门口。洋洋眼尖看到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战家保镖，仪仗身边的保镖小家伙都熟得不能再熟了。那些叔叔都对他很好吗？他也喜欢那些叔叔。仪仗来了，洋洋不再追赶龙婷，他开心地叫喊着，然后小跑到车子后排，站在车门前等着战印下车。车门打开，看到战印那张俊美的脸，小家伙开心地跳起来，仪仗，仪仗，你来接我和小姨了吗？战印一边脚刚着地，小家伙就抱住了他的大腿，三两下就爬上了来，一头扎入他的怀里。他只得抱着洋洋下车。洋洋，想一仗了吗？小家伙的开心及热情感染了战印，让战印脸上挂起笑意，收都收不起来。不枉他那么疼爱这个小家伙。洋洋连连点头，洋洋想一仗，天天都想一仗一仗。你的事情忙完了是吗？小姨说今天就回龙婷家里，说你傍晚就能到的。战叔叔，龙婷也跑过来，礼貌地向战印问好。战印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我去告诉妈妈，还有海阿姨。龙婷撒腿就往院子里跑去。我去说，我也去说。洋洋挣扎着滑下了地，一溜烟跟着跑进了穆家的院子。战印失笑，这种事情两个小家伙都要争着抢着去做，可见相处时两个小家伙也是会闹矛盾的，就像他和苏南还有陆东明一样，以前也会闹矛盾，不过很快就会好，大家都不会真正放在心上。等保镖将车上的礼品拿下了车，战印才带着保镖往院子走去。海彤刚好从屋里出来，夫妻俩同时停下了脚步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夫妻俩有一段时日不见，不知道隔了多少个秋。海彤还特别的提心吊胆，既担心丈夫，又担心姐姐。好在都过去了，一切都是有惊无险。彤彤，战印笑着，最先向妻子走去。海彤很快便有了回应，快步走向丈夫。夫妻俩不管不顾地相拥了一下，才放开了彼此。战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说过我会过来接你和洋洋回家的。当然会回来。战印轻推开妻子后，审视着妻子，没觉着妻子瘦了，他才放下心来，又将海彤拉入怀里，再次拥了拥，松开他，改为拉着他的手。我提前回来了，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就直接来这里接你。我们正在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市区。龙婷和洋洋说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们骗我呢。海彤脸上的笑容就没有连起来过。战印提前过来接他，那种开心是打心里散发出来的。彤彤，战少，先进屋吧。慕晴抱着儿子，笑着招呼战印进屋。张桂兰夫妻俩也热情地招呼着战印进去。战印礼貌地向众人问好。进了屋，看到被穆奶奶抱着的君言，战印多看了几眼。一段时间不见，穆奶奶对战印的态度变了，从前那么温和，现在变得更加的严厉。穆奶奶说，
叶君博的2个孩子都长大了不少，也越发的可爱。看着2个小家伙，战印能够理解自家奶奶总想着将君言偷回家的想法了，实在是太可爱。瞄到爱七隆起来的肚子，战印脸回了看孩子的视线。不用羡慕叶君博，他再过几个月也能抱到宝宝了，甭管是儿子还是女儿。以他和海童的高颜值来看，他们俩的爱情结晶肯定是聪明可爱又漂亮，是儿子就俊美，是女儿就俏丽，反正不会丑到哪里去。战印对于未出生孩子的颜值自信满满的。保镖将带来的礼品摆放在桌子上，穆晴说战印战少太客气了，还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，我妈家里什么都不缺的，每次回娘家看到缺了什么她都会补上，很多时候还轮不到她来补上呢，兄嫂会抢在她之前，第一次过来总不能空着手的。战印微笑着，我老婆和外甥又在这里打扰了大家2天。海童说道，阿姨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农家特产，让我们带回去，阿姨这是有来有往。穆家知道他这2天就会回管城，特意给他准备了很多农家特产，给他的和给穆晴的一样多。张桂兰很喜欢海童，也心疼女儿这个朋友，好在海童姐妹俩如今否极泰来，日子过得很美满，又都双双嫁入豪门。战少刚到，先休息一阵子，傍晚咱们再回去吧。穆晴建议。叶爱君也说道，傍晚再回去，彤彤明天或者后天回管城也不迟。战少刚出差归来也累，就让他在我们山庄里休息休息，明天又是周末了，正好能和君伯聚一聚。战印浅笑，我是有这个意思，就怕打扰了伯母。叶爱君说道，不打扰不打扰，我们求之不得呢。洋洋估计都还不想回家吧。他招洋洋招手，洋洋走到他的跟前，他拉洋洋入怀，抱起小家伙，问他洋洋想不想再玩2天。我无所谓，小姨什么时候回去我就什么时候回去，我是跟着小姨的，妈妈还没有回来。洋洋是无所谓。战印说他，你这是乐不思蜀了，你妈妈很快也要回来，你陆叔叔已经去了江城接你妈妈。洋洋哦了一声，他知道，还抱怨了陆东明一顿，说陆东明去见妈妈不带上他。陆东明说他在风尘山庄玩得不亦乐乎，乐不思蜀的，距离又远，怎么带上他？还说江城很冷，他去1-2天可以，去的时间长了就受不了。洋洋才没有再抱怨，但要求陆东明回来后，要说最喜欢他，以后去哪里都要带上他，让陆东明哈哈的笑，觉得洋洋这是和妈妈争风吃醋呢。那就傍晚再回去吧。海童说了，战印没意见，就算老婆说还要在穆家住上1晚，他都陪着。穆家的房子是自建房，房间也够多，他们一行人住上1晚没事，当然能不住就更好。风尘山庄更大一点，住的也更舒服，而且能和好友聊聊天。战少，你们吃过饭了吗？穆晴忽然问道。我们在飞机上吃了点东西，还要不要再吃点？战印婉拒并道了谢，他不饿，现在不是饭点，也不想让穆家人重新做饭。海童带着丈夫回到客房休息，进门关上了房门后，战印立即自背后拥抱住海童，再将他的身子反转过来与他面对面的。童童，我想死你了。战印紧紧地搂抱着老婆，海童回搂着他，我也想你，每天只要闲着我都会想你，更担心你们所有人。还好大家都没事，家里有你等着我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战印松开了他，略推开他的身子，一只手落到他隆起的肚子上，宝宝踢了他一下。彤彤，战印低叫着，他在动，刚刚动了，我就摸了摸，他踢我。
踢的不是很大力，但他感受的真真切切的。海童失笑，赏他一记白眼。他不会动的话，咱们就要担心了。现在胎动很明显的了，踢的也越来越有力。晚上7、8点，胎动更厉害，你摸一下，宝宝就踢一下，很好玩。晚上胎动频繁时，他就喜欢逗着腹中的胎儿玩，感受着生命的神奇。战印蹲下身去，脸贴到他的肚子上，一边手还摸着，柔声说道：“宝宝，我是爸爸，爸爸出差回来了，来接你和妈妈回家。”很快，宝宝又踢了一下。战印笑着：“彤彤，咱们的宝宝能听得懂的，回应我了。刚刚又踢了一下。”海童说：“你的手都在我的肚子上摸着，宝宝以为你和他玩呢。”我觉得宝宝是能听得懂的。书上说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就有了听觉的，否则大家做什么胎教？宝宝想爸爸吗？接下来爸爸都会陪在你和妈妈身边，陪着你长大，等着你出来跟爸爸见面。你再听听话话哦，乖乖的，不要踢妈妈太大力，妈妈会痛的。你喜欢踢，等你出来了，踢爸爸吧，爸爸皮粗肉厚，不怕痛。海童含笑低头看着战印与腹中胎儿互动，心里甜丝丝的。拥有了战印和腹中的孩子，他就拥有了全世界。战印这个铁铮铮的汉子，也有如此柔情的一面。他是为他改变，他的柔情只给了他，她是他唯一的女人，他也是他的唯一。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几分钟后，战印站起来，随即就抱起了海童。海童本能地搂住他的脖子，娇嗔着他：“你也不打声招呼，吓我一跳。”战印抱他到沙发前，放他坐下，怕你站得久会累，有我在添他了都不用怕。他跟着在海童身边坐下，海童很自然的就靠在他的肩膀上。老公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彤彤，你想我就没有点表示的吗？战印低笑着进房后，我就在等着你的表示了。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海童起身，然后转身再搂抱住他，温柔地吻上他的唇瓣。夫妻俩相拥缠吻了好一会儿，战印恋恋不舍地放开了他。要不是他怀着身孕，此刻他已经将她带上了床，狠狠地爱她千百回。海童，千百回，你能行吗？好吧，太夸张了点儿，他确实不行。老公，战印，想说什么叫我老公，我喜欢听你叫我老公，声音软一点，娇一点，我听着骨头都酥软。大手又附到他的肚子上，这仗先记着，等宝宝出生后，我再慢慢的讨回来，连本带利的。海童红了脸，其实现在轻点也不碍事的。说这话时，海童的脸更红。战印爱极了他脸红的样子，我怕会伤着孩子，没事，我能忍，实在忍不住。等回到我们家里再说，现在他们在别人家里做客呢。战印，咱们的孩子取什么名字？海童忽然问着他，他还没有想好名字，想着还早，不着急想名字。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他忽然觉得时间过去的真快，还是提前想几个好听的名字，等宝宝出生了便能用上。不着急，离预产期还有1个月的时候，咱俩再慢慢的想几个女儿的名字，万一有个奇迹呢？战印说道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妍妍越发可爱，叶瑶不哭闹的时候也很可爱。2个小宝宝的眼睛又大又圆又明亮，真的看到他们兄妹俩，我的心都化了。羡慕死叶君伯了，一下子就儿女双全，2个宝宝都那么可爱，也算理解我奶奶看到君妍就2眼放光，总想抱君妍的心情了。海童再次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咱们就不想闺女了。产检的时候不是加了孕妇群吗？听他们说胎动来变男女，虽说不是100%准，
也有一点参考性。我肚子里这个9成9是个儿子，你呀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想儿子的名字吧。闺女的名字你可以想上几个，不过暂时用不上，过几年能用上就很不错了。只要见过叶瑶和君言的人，就没有不喜欢他们俩的。龙凤胎养的那么好的龙凤胎不算多，叶君博和穆晴太幸运了，战印一时半会的都不知道取什么名字。不着急，慢慢想，我们战家缺女儿，要不就叫盼女吧，人家盼儿子的给女儿取名招娣，盼娣咱们是盼女儿，改个字就可以了。海童一脸黑线的瞪着他，被老婆瞪着，战大少爷赶紧补充的道：不是大名，是小名，小名无所谓的。小孩子嘛，有个小名字，说是少病少灾的。你可以给宝宝取西瓜、芒果什么的小名，就是不能取盼女、招女。你以为取那样的名字就有用？真有用的话，你以为你能叫战印？早就叫战盼女了。看着眼前这个高大帅气的男人，想象着他的名字叫战盼女，海童忍不住哈哈的笑。战印，要不你改名战盼女好不好？不好。战印笑着，我爸妈已经不能再生，我改名没有意义了。战盼女、战招女，好吧，这样的名字实在是差劲透了，叫不出口。行，咱们的儿子就不取这样的小名了，害怕这样难听的名字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。战印放弃了给未出生的宝宝取那么难听的小名。我姓战，你姓海，要不宝宝的名字就叫战海。海童，战海，这名字他觉得很普通。他们平时叫孩子的时候，习惯性叫双名，像洋洋一样。洋洋本来叫周洋，他们习惯了叫他洋洋而已。要是他的儿子叫战海，以后叫海海。海海，老公，这取名字不着急，你慢慢的想，先想好要用上的字，等到宝宝出生了，结合宝宝的生辰八字，再挑选适合他的字搭配成他的名字。海童还是想给宝宝取更好听一点的名字，战印却觉得战海挺好的。他姓战，他姓海，他们的爱情结晶就用他们的姓氏为姓名。以后生了二胎，再用心想想名字。闺女的名字吗？当然要好听的。儿子的名字就用战海。你还真想给宝宝取名战海？知夫莫如妻。战印的反应，海童就知道他是真想用夫妻俩的姓氏给孩子当名字。战海也不是不好，就是觉得过于普通了。海童想了想后又说道：不过我们做父母的，并不求儿女大富大贵，只求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名字普通点就普通点吧，我们都是普通人嘛，那就用战海吧。这几个月再想想其他名字，有更好的、更适合的就用。反正孩子还没有出生，随时都可以更改名字。海童这样说，战印就知道他还是不太满意战海这个名字。他说道：反正还有几个月的时候，咱们再慢慢的想一个好听点的名字，多想几个。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想来爸妈还有奶奶也会给孩子想名字，怎么说都是第一个长孙曾孙，第一个孩子往往是最受宠的，因为才一个，大家都疼着爱着。海童笑，宝宝取名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去操那个心吧，我就不想了，我取名无能。好，不用你操这个心。说着，战印在他的脸上亲了亲，柔声说道：我只要你快快乐乐的，不要累着，有你在，我想累着都没有机会。老公，你要休息一下吗？你休息休息，我下楼去看着洋洋他们。战印说道：我不累也不困，在飞机上睡了，不过你要是陪着我休息，我是可以休息休息的，出差在外累死了，他在江城还要处理公事的，
并不是单纯过去给大姨姐壮大队伍。洋洋有龙婷陪着，不用看着。两个孩子都是聪明的，又都在学着功夫，一般的小孩子都欺负不了他们。战印拥着爱妻起身，走到床前坐下。还有慕情他们看着他们呢。慕情叫他带他上楼休息休息，其实是让小夫妻俩独处，诉说着相思之情的。那我陪你休息1个小时。海童也不想和他分开，夫妻俩合衣而躺。海童枕着战印的一边手臂，侧着身子面向他，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不舒服吗？他这个细小的动作被战印捕捉到，他紧张地问。不是，是肚子渐渐的大了。仰躺着总觉得不舒服，就侧身躺。侧身躺着还能看着你，我喜欢看着你，我老公好帅。海童说着，又在他的脸上亲了2下。战印眉开眼笑，不是第一次被人夸帅，但是老婆夸他长得帅，他能笑上3天3夜。拥紧了他，他说我老婆也好美，在我眼里我老婆是最美丽的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他不觉得自己有多美，只是不丑而已。他觉得她最美，那是因为他爱她。老4到老6哥们几个最近有什么故事吗？夫妻闲聊时，海童有时候会八卦一下小叔子的追妻故事。战印说到老6顾着做菜，去的时间又短，暂时还没有和欧阳雅擦出火花。他说他是将欧阳雅当成妻子来看待的了，就像老2和宁云初当时一样。老2把宁云初当成妻子来看待，但宁云初毫不知情。老6说过年不回来，叫咱们想他的话，可以去他工作的城市旅游。几位适婚的弟弟，战印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亲弟弟6少战远。我挺想去的呢。海童还真的想去欧阳雅那边旅游，可惜我现在挺着个肚子，就算我能承受旅途的累，你们也不会让我过去。等宝宝出生了，我们再去那边旅游，顺便看看未过门的弟媳妇长什么样。对了，战印，咱们还没有度蜜月呢。你说过的，等宝宝出生后要补回来给我的，带我出去玩上1、2个月。海童还记着他欠他的蜜月之旅。战印轻笑，放心，我记着呢。等你生了宝宝，宝宝满月后，咱们再去补度蜜月。就是宝宝要不要带上？不带上的话，你舍得扔他在家里让保姆照看？他敢说海童舍不得，就是他都舍不得。第一个孩子，夫妻俩的爱情结晶，他恨不得天天陪在孩子的身边，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。夫妻俩也说好的了，以后他当奶爸，不用他操心孩子的事。宝宝小，他当奶爸带着，长大了他管着孩子的学习，辅导功课。刚满月的宝宝不好带，太小也不宜出远门，很麻烦的。有带娃经验的海童否定了满月后就出门补度蜜月的计划。想了想后，他说道，还是等咱们结婚纪念日，我们再出门补度蜜月，有点时间安排一下工作的事。那个时候宝宝也有几个月大了，留他在家里，有爸妈还有保姆看着也能放心。是咱们俩的蜜月，不带宝宝去，他再小也是盏电灯泡，有宝宝在，咱们带他就能被折腾得精疲力尽，哪还有心情玩？咱们补度蜜月是为了过2人世界的，他才不要有个第三者跟着呢，哪怕这个第三者是他的亲生宝宝。战印宠溺地道，你说了算，就看他到时候舍不舍得了。海童打了个呵欠，你不想睡，我倒是想睡了。海童摸了摸肚子，怀孕是真的辛苦，肚子才隆起来我都觉得累了，怀孕晚期会更累。战印，我因为爱你才愿意为你孕育孩子，你可得对我母子俩好好的。他闭上眼睛，嘴上还在说着，你敢做对不起我们母子俩的事，我跟你没完没了，先暴揍几顿，再阉了你，让你以后都不能睡女人了。
战印失笑，爱怜地捏了捏他的鼻子。胡说什么呀？咱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还不相信我吗？我对你情深似海，一辈子只爱你一个。都说了我的心房很小的，只能住进一个你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。宝宝出生后，他都要排在你的后面。他又在他的脸上落下温柔的一吻，柔声说道：彤彤，我知道孕育孩子很累，当妈不容易，若是不爱我，你也不愿意为我孕育孩子，我很感激。感激这个愿意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，这辈子他都会对她好。他的柔情不多，都给了他，别人就别想了。除了亲人以外的女性，想接近他都没有机会。就算他白发苍苍了，他都不会允许亲人以外的女性接近他。困了就睡吧，我陪着你。睡醒了，我们再走。先回风尘山庄住上2天，然后我们就回管城了。你姐和东明也快回来的了，他们俩要在年前办手续。咱们是娘家人，总要在家的。陆东明是他的铁哥们，海玲是他的大姨姐。论关系的话，他的确算是大姨姐的娘家人。海童嗯了一声，他没有再说话，很快就跟着周公走了。得不到回应，战印见他睡着了，他轻笑，睡得真快，还挺羡慕他的，说睡就能睡。他想睡，躺在床上，还会想想其他事情，一想事情就越发的不想睡了，往往需要花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他才能入睡。除非喝了酒，他就容易入睡。不想事情的话，一般1个小时以内就能睡着。伸手轻轻地摸着爱妻的脸，怎么看都觉得不够。彤彤，我爱你，爱你一辈子。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着爱语，片刻又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肚子。宝宝也休息了吧？他摸了摸宝宝，并没有回应他。很快，他就是个拥有娇妻爱子的幸福男人。战印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，陪着爱妻一起梦周公。凤家大宅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这是我的家，我回我的家拿我的东西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就是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只是回家。凤氏家族还是我妹妹说了算，我妈不在了，我妹妹就是凤家的家主，凤家大宅就是她的家，我们是她的亲哥哥，这里也是我们的家。我们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结婚生子的，你们凭什么霸占我们的家，还不许我们进去？郑一帆兄弟3个被拦在凤家大宅门口，不许他们入内，气得他们在门口大吵大闹的。凤月一死，凤晴又没有立即接管一切，商太太以上任家主长女的身份，果断地换掉了凤家大宅的佣人，换上了她的人。现在的凤家大宅，除了凤晴和方瑶还能自由出入，郑华父子4人是不能再自由出入的了。在商太太这里，郑华父子4人还不如普通的凤氏族人有面子。商太太恨凤月，连带的对郑华父子4人也没有好印象、好脸色。凤晴不在凤月身边长大，又早早的向商太太表明过，若是凤月真的是害死姐妹上位的，凤晴会将凤家的一切还给商太太。不过今天将郑一帆兄弟3个挡在凤家大宅的门口，是凤晴打电话和商太太说的，让商太太不必考虑他，不要让他3个哥哥回到凤家大宅，说哥哥们怕是会回到大宅，将大宅里收藏着的那些古董、值钱的物件都偷走。那些古董物件很多都是历代家主传下来的，当成家族传家宝来传承，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任家主的所有物，但相当的值钱。凤晴知道哥哥们肖想那些宝贝很久的了，母亲活着时他们旁敲侧击过，想让母亲将那些宝贝分给他们，或者让母亲将那些东西变卖换成钱，再分钱给他们，被母亲拒绝了。
凤月是踩着姐妹的尸体坐上家主之位的，虽说她在家主之位几十年，已经将很多家族公共的财产一点点地转化为她的个人财产，但是历代家主传承下来的宝贝，她从来不敢打主意，骨子里头还是以传承为主的。不管郑一帆兄弟三人怎么吵闹，凤家大宅的门就是不开。郑一帆看到商太太夫妻俩陪着那个姓费的老头子在院子里散步，但他们就是无视他兄弟三个。现在兄弟们尝到了失去母亲的滋味了，母亲还活着时，他们就是凤家的少爷，哪怕不姓凤，依旧能跟随着父母住在凤家大宅，过着优渥的物质生活。这栋大宅他们是出入自如，郑一帆总觉得这里是他们的老家，他们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成长，怎么就不是他们的家了？就算结婚后母亲给他们都买了婚房，也是小别墅，但兄弟们还是喜欢住在这里，因为他们的小别墅始终比不起凤家大宅，他们以为能在这里住一辈子，母亲死了，妹妹也能接班，他们的亲妹妹是家主，有资格住在凤家大宅，他们当然也能跟着住在这里。谁知道凤晴那个死丫头竟然不接管凤家的一切，还任由商太太他们进驻了凤家大宅，搞得他们现在连回家都不能。大宅里那么多的古董值钱的宝贝，随便偷拿几件出去卖都能换来很多钱。老父亲叫他们想办法多捞点，趁局势未定，因为不管是凤晴上位还是海玲上位，他们都分不到凤家的家产，母亲的私产该怎么分，还要按照母亲的遗嘱来分。大头在凤晴那里，他们兄弟几个分不到什么，不甘心啊，所以父亲就叫他们回大宅里偷东西出去换钱。他们住在这里几十年了，也算是主人拿点自己家的摆件出去卖，换点钱来花花，怎么了？用父亲的话说，钱拿到自己的手里，进了自己的荷包才是自己的。还有母亲留下来很多珠宝首饰，那些都很值钱。郑一帆记得母亲的珠宝库堪称珠宝店，比珠宝店还要多呢。偶尔母亲心情好了，会送上一两套给他兄弟几个的老婆，还有他们的女儿，也从母亲那里得到些许珠宝。他们都过惯了富贵的生活，一看母亲赠送给他闺女的珠宝，就知道值不少钱。郑一帆的儿女都被老婆带回了娘家，在母亲的葬礼上倒是回来过，葬礼结束后又带着儿女回了娘家，属于妻子和儿女的贵重物品他老婆都带走了，他不会和老婆争那点东西，孩子是他的，就算他和妻子离了婚，以妻子的年纪估计不会再嫁，到时候妻子的一切就是给他们的孩子继承。郑一帆花心在外面包养了小三小四的，但他对自己的孩子还是有感情的。如果不是凤若的死，他和老婆也不会闹到真要离婚的地步。妻子对他是真的死了心，再也无法挽回。凤莹，我看到你们了，你过来，你说说，你凭什么把我们挡在外面？这里才是我们的家，上任家主是我妈了，不是你妈，接班人是我妹妹。凤家大宅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商太太能听到郑一帆的叫喊声，她还往门口的方向看了看，但就是不过来。是他们如疯狗，任凭他们怎么吠，她都不搭理。